这到底什么鬼地方啊？怎么这么多可怕的家伙？还好他们被困在这里，这若是让他们出去了，那还得了，岂不是要生灵涂炭？皇甫战天骂骂咧咧的语气，更多的却是他的后怕。还好有这位姑娘的师尊。皇甫天族族长说话间，也来到仙喵喵近前。这位便是仙喵喵，仙姑娘吧？我乃皇甫天族族长，我知道之前圣宇在9天之巅与你们之间有些误会。话罢，他还恶狠狠地瞪了皇甫圣宇一眼。圣宇还不过来道歉？皇甫圣宇也是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，这乖巧模样和9天之巅初见的狂妄之徒简直判若两人。不必道歉，与楚风和解了，便等于与我和解了。仙喵喵道。在来到这里之后，仙喵喵也一直在与楚风暗中沟通，也已然知道了楚风和皇甫天族之间的事情，只是没想到你居然没死。仙喵喵开玩笑对皇甫圣宇笑道，要感谢楚风手下留情。皇甫圣宇也是尴尬的笑了笑，他也没想到当初他完全不放在眼中的丫头竟然有如此强的靠山。在下神体天府府主替炎日感谢仙姑娘当初在9天之巅对炎日的关照。神体天府府主也是走上前来，主动与仙喵喵打招呼。没有关照一说吧，我们都是互相帮助，因为宇文炎日很强哦，他也不需要谁帮助吧。仙喵喵笑道，他自然也知道这些大人物会主动与自己打招呼，还这般友好的态度，都是因为他的师尊。修武者的世界其实是最现实的，你若他在你面前便高高在上，宛如神灵审视凡人；你强，他也将暴露人性，人情世故也是非常娴熟，甚至殷勤到超乎想象。相比之下，皇甫天族与神体天府已经算好的了，他们只是客套，倒还没有殷勤的地步。寒暄过后，仙喵喵看向楚风，楚风，第6颗星辰的位置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？毕竟眼下最关键的还是要尽快完成7星连珠，这里太凶险了，要尽快离开这里才行。只是有些意外的是，这第6颗星辰的位置居然是这太古坟冢的入口处。楚风淡淡的笑道，入口处？闻言，众人皆是感到意外，他们都是从太古坟冢的入口处进来的，自身能力也好，使用手段或宝物也好，来的途中皆是认真观察过，可包括楚风在内，入口处并没发现特别了得的坟墓事件。而按照7星连珠的推测，越是后面的难度越高，那传承应该也会更好，这很可能说明他们都看走眼了。但不管在哪，他们也是立刻启程。喵喵，你现在是何境界了？途中，王强好奇地问道。9品真神。仙喵喵说话间，便将自己的气息释放出，果真是9品真神。我擦，是真的9品真神，不是提升后的境界啊！9天之巅的时候还要我罩着你呢，现在要你罩着我了。喵喵妹妹，你这进步可太快了。王强咧着大嘴，表现着惊叹。其他人同样目露惊色，就连老一辈们同样感到吃惊。9品真神，只差一步可入天神，这种修为出现在小辈身上，换做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。9天之巅的时候，是楚风罩着我吧？仙喵喵白了王强一眼，旋即笑道，都是我师尊的功劳，为了帮我突破，他花费时间精力，找到了很多好东西，这才成就了现在的我。这番话是说给众人听的，但同时一道暗中传音只传入了楚风耳帘。在我师尊的帮助下，我对魂之乌烟的掌握更强了，这也是修为能快速增进的原因。对楚风，仙喵喵给出了自己变强更详细的解释，但同时也问道，看来脉之本源的力量你还是无法掌握是吗？之所以这样问，是他清楚楚风的天赋，毕竟脉之本源和魂之雾焰都是分别隐藏在天河内的强大力量，理论上是同级别，可宋长生却因他之前未能唤醒脉之本源，而给出了脉之本源强于魂之雾焰的评价。这样的力量，以楚风的天赋若是掌握，自然会快速增进。确实没掌握，能感觉到他在，可就是不为我所用，可能时机未到吧。楚风笑道，一定是时机未到，不然你都征服不这脉之本源，那就无人可以征服了。仙喵喵则对楚风非常的自信，他现在的修为领先楚风，不是他强于楚风，是因为他的师尊手段通天，而楚风只有自己
这个叫新王的妖族也是小辈吗？仙喵喵又暗中对楚风问道。他已经大概知道了新王的来头，但关于新王的年龄他并不知晓，而在他的感知下，新王像是一个小辈。新王，你是小辈吗？楚风则是直接向新王寻求答案。这一问，在场的其他人也都竖起了耳朵。仙喵喵强，可新王更强。若新王也是小辈，那还了得？从出生的年龄开始计算，我算是小辈，但我存在的时间已经很久很久了。新王说道。有多久？王强直接问道。新王没有理会王强，而是看向楚风，那个眼神颇有意思，仿佛在问楚风好不好奇。楚风若是好奇他便说，楚风不好奇他便不说。我也想知道。楚风笑道。虽然没有记忆，但我觉得远古时期我应该便在孕育之中。新王道。你娘怀了你这么久啊？王强更是咧着大嘴。不会说话就少说点吧，王强兄。若不是楚风在，我真怕他一巴掌拍死你，人家可是天神啊。仙海少羽在一旁说道。而其他人也都意识到，新王确实是一个另类，不能以正常的小辈来判断。不过其实新王就算是正常的小辈，也不是不能理解。毕竟按照黄府天族族长所说，王之以族，远古时期就已是极其强大的存在了。神之时代，当真不假。神体天府府主更是当众发出感叹。他知道新老迟早会进行交替，但他没有想到这一日会来得这么快。尽管目前只有新王真正的超越了他，可楚风这些小辈没有一个是简单的角色。他知道很快这些小辈的修为都将凌驾于他之上，而他们这些老家伙根本没有半点追赶的可能。